我死在了顾惜泽最恨我的那一幕，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恨意，我选择了自杀。他是我最爱的丈夫，却折磨我整整1年，只因他觉得我害死了他的白月光。6年前，我突发心脏病，濒临死亡时，却意外得到一颗完美适配的心脏。有个女孩车祸去世，她的家人自愿捐赠心脏，正好和大小姐完美适配。啊，妹妹有救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夏家一定要重谢捐赠人的家属。我本以为这颗心脏是上天的恩赐，不料是一场劫数。西泽哥，就是他们故意制造了车祸，抢了姐姐的心脏，救了那个快病死的女人，是夏家害死了姐姐。姐姐啊姐姐，我把你的心脏卖给医院，只能赚1次钱，不如再利用1次。如果西泽哥能颠覆夏家，那可就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顾西泽故意接近我，和我结婚，折服我，靠夏家的力量，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上界名模。他拥有与夏家抗衡的力量之后，露出爪牙展开报复。整整1年，顾西泽像只疯狗，紧紧咬着夏家不放。心泽，你别这样，我很痛。你现在知道疼了，当年你们夏家害死小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也会疼？顾西泽，听我说，以前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有。闭嘴！你知不知道，这5年来我是多么希望死的人是你？顾西泽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我对你只有恨。既然你那么恨我，那我就把这条命还给你。夏家绝不会害人，若有一天你发现害错了人，你会后悔吗？恭喜啊，西泽，你终于报仇了。今夜一过，夏家就会彻底倒塌。你那位夫人会不会离开你？她爱我爱得要死，离不开我。那这么多年你就没爱过她？不过逢场作戏罢了。他是害死小兰的凶手，我不可能爱。那你会跟他离婚吗？他的身体里还有小兰的心脏，我要留着他，折磨到死。夏明媚，脾气见长啊，都敢不出来迎接我了。夏明媚，死得好，死得好啊！顾西泽，你是在替你那位早逝的白月光开心吗？老话常说，人有头七，也许是上苍可怜我，给我最后的时间和家人告别。顾先生，这是您妻子夏明媚的骨灰。顾西泽，爸爸，哥哥，这个畜生！妹妹在哪儿？你把她还给我！你妹妹？你妹妹在这儿？
竟还没有见到明媚最后一面，你居然把她火化了！他尸体都发烂发臭了，早死不火化，难道还要摆出来恶心人？说什么？潇潇说的对，夏明媚太脏，就应该错描绘。爸！顾西子，你多恨我夏家，美是你的妻子，朝夕相处6年，你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西子她就是个疯子，她能有什么感情？不要跟她废话，我们把妹妹带回家。顾西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夏明媚就算是死，她也是我要留在手里，日益之物。逼死明媚还不够，你还要囚禁她的骨灰。我们只是想好好给她办场后事，让她可以往生。你但凡有点人性的，你就把她还给我们。往生？像夏明媚这种掠夺他人性命而活，只配永世不得超生。不要！不要！明媚，我的女儿！顾西泽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恨到如此病态的地步，我真心实意的爱了你5年，最后就落得这样的结局。我的女儿，你生前爸爸没有保护好你，你死后，爸爸连你的骨灰都活不了，对不起你。爸，是我没有尽孝。西泽哥，小心别沾上骨灰，晦气。顾西泽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喝得胃出血的时候，是谁照顾了你？7天7夜都没有休息，你都忘了吗？你都7天没合眼了，快回去休息一下吧。只要老公能好起来，我没关系。那不过是他的自我感动罢了，我只觉得恶心。你说什么？顾西泽，原来我的爱在你眼里一文不值。顾西泽，你个畜生！要不是夏明媚，小兰又怎么会死？既然你们这么舍不得她，我就让整个夏家给她陪葬。顾西泽，我已经死了，难道你还没有停止毁掉夏家的念头吗？顾西泽，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永远不会后悔，我永远不会后悔。我只恨夏明媚死得太轻松。哥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夏明媚一死，姐姐死亡的真相就永远没人知道。西子哥永远都是我。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难道我必须跟着顾西泽？我不要跟着他。活着的时候被顾西泽囚禁在身边，死了竟然也逃不开的。夏明媚，你死得好啊！顾西泽，狗男人，我都死了你还这么恨我，惨死你！狗男人，我惨死你！我被你耍得团团转，还洗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？老婆，在干嘛呢？挂个留言板，提醒你每天要注意的事情。今天要提醒你的第一件事是：我爱你。我要这样提醒你一辈子。
夏明媚，好，死了我才开心。要不是你们害死了小兰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怎么可能是你？顾西泽，果然最爱你的白月光。老公做了你最爱吃的鲜奶蛋糕，记得吃哦。顾西泽爱吃甜食，我每周都会为他准备小蛋糕，但是这一款已经快过期了。老公，帮我搅拌一下奶油。老婆，别闹了，快去做你的小蛋糕。当当，第一份爱心小蛋糕已经完成了，跟着我夏明媚，只吃糖来不吃苦。夏明媚，到处都是你的破烂东西，死了还不安分。从前你最喜欢吃我做的小蛋糕，如今竟然不屑一顾，看来那也是你欺骗我的手段之一。这个兰花灯是我和你结婚不久买的，你很少喜欢一样东西，却对这个灯爱不释手。老公，你看，那是我新买的灯，好看吧？兰花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个花纹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真的？这还是你第一次说喜欢我买的东西呢。老公，上次说你有初恋，你初恋长什么样子啊？他现在在哪？他已经去世了。老公，对不起啊，你别难过，以后我会连着他的那份义气，好好爱你，永远对你好的。老公，我爸妈都说我是我们家最开朗的人，我一定可以让你开心的。那是你抱我抱得那么紧，就算我很痛都没有叫你放开。我把你的欣赏和恨意理解成被我感动，却说爱河就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，也活该我最后被你害得那么惨。顾西泽，我相信父亲和哥哥不会害人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个女孩的死与我无关，你会后悔吗？李助理，马上叫人过来把夏明媚的东西全部扔出去，不想再看到她的任何东西。是。那是我凌晨熬夜抢到的高跟鞋，那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毯子，手工编织，全世界只此一条。顾西泽，要出去你自己出去，你扔我东西干嘛？这是哪？小兰，夏明媚死了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小伙子，你找谁啊？这没人住。这里不是住着一户姓楚的人家吗？原来这是那个女孩的家。他们呀，搬走好多年了，过上好日子了。你是谁啊？是他们家女儿小兰的男朋友。小兰呀，死了好几年了。你是她前男友吧？哎呀，小兰是个好孩子，可惜了，年纪轻轻啊就被人给害死了。没错，小兰死的冤枉。不过好在我已经给她报仇了。
报仇？报什么仇？他可是被他那个黑心爹妈给害死了。说什么？你说小兰无病无灾的，他咋就突然就死了呢？那楚家连个葬礼都没办，还穿金戴银的去买车买房，那肯定是害死女儿换的卖命钱呀！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赶紧回家做饭去了。我只知道，楚兰绝对不会是我们夏家人害死，却不知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。喜之明明说，小兰是夏家害死的，怎么可能被楚家人害死呢？我问个清楚。夏家破产了，你们另外去寻他处吧。少爷，走吧。顾西泽，你还敢来？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夏明媚的心脏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当然是从你的老相好身上得来。说实话，这不就是你想听的吗？顾西泽，你又在装什么呀？耐心有戏，最好给我说实话。闭口！心脏通过合法的渠道捐赠得到的，事后捐赠人的亲属1000万的感谢金，所有的手续合同都在这儿，你还想问什么？自愿捐赠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捐赠人的父母亲自签写的，绝无作假。顾西泽，你看见了吗？楚兰的死与我无关。好，真是好手段！你们夏家想做份假合同易如反掌，以为这样就能骗得了我吗？我们没有骗你，爸，已经去过，我们还有什么骗的必要？你们想说夏明媚的心脏是通过自愿捐赠而来，她没有任何错，是我错怪了她是吗？也真是难为你们，想出这么可笑的谎言。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查啊！当年小兰就是在你们夏家医院做了体检，出门就出了车祸，人刚走，心脏捐给了夏明媚，这么明显的事情，需要查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爸。顾西泽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又何必来问？捐赠人的父母亲自签写，绝无作假。不可能很错，绝不可能很错。喂，顾总，说，我们在夫人的遗物里发现一张预检单。什么？夏明媚怀孕了？这是1年前的报告，准确的说，夫人她应该是流产了。顾西泽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那是我和顾西泽的感情上误会，我还爱他爱得死去活来。为了保持仪式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你。今年的结婚纪念日，西泽一定想不到我给他准备了什么惊喜。西泽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？下这么大雨，一定要平安无事。老公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慢点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小兰，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？老公，我们回房间休息吧。你不是小兰？我当然不是，我是夏明媚啊。夏明媚，嗯滚开！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顾惜泽的白月光，在这纤细、看起来甜美无比的女孩，照片背后写着他们年少的诺言。顾惜泽和楚岚永远在一起，幸福一辈子。老公，别在这睡，会着凉的。那一晚的事情我没有杀着，我找了私家侦探帮我查他们的过往。夫人，你要我调查的那个女孩，确实是顾董的初恋。意外车祸去世后，她的心脏捐给了你。什么？那个女孩的一生都在我手上薄薄的几张纸上，她的心脏还在我的胸膛跳。夫人，昨天是那个女孩的忌日。忌日？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她的忌日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顾惜泽为什么走了。夫人，你流血了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我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我拖着病躯回家，却看到慢条斯理坐在沙发上的顾惜泽，手里拿着我查到的有关他白月光的资料。从那一夜开始，顾惜泽就卸下委托，开始了对我长达1年的折磨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用不着隐藏。夏明媚，你怎么去死啊？你说什么？剥夺了我心爱之人的生命，罪，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说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，现在已经如你愿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开心？那是我的孩子，我能感知到他的心跳，可是你不能，为什么？你看着好像也很难。 3天之内，立刻把楚家夫妇找出来，